Hello，大家好，我是 NG，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娘娘腔日记》这部电影。主角4人分别是粉红头发的葛斯、当空服员的阿金、化妆师的高夫，和跟他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友妹子奈提。然后他们4个全部都是同志。这时，他们搭乘的飞机突然遇到乱流，结果一个抖动，害奈提突然超想便便。可是遇到乱流时不能离座嘛，要不然容易跌倒受伤啥的。阿金就要奈提乖乖坐好，众人也鼓励他要忍住，只要像《冰茶奇缘》里那个女生唱的歌一样 ，Lady Go 就行了。但奈提根本忍不住，就拿了张纸垫在屁屁下，准备喷射一波。阿金见状，怎么可能让他乱便便，就赶紧抱着他离开。只是很不巧，刚好又有一阵乱流，让飞机抖了一下。结果受到刺激的奈提，就从某方面里喷射出一堆粉红泡泡，造成机上人员前所未有的大恐慌。阿金还为了救援乘客和闪避泡泡，一不小心跌倒，撞坏他新做的鼻子。而葛斯玛就开始回忆最近的日子，大家过得真的很不顺利啊。首先是高夫喜欢的对象，竟然跑到小乡村剃度出家当和尚，让高夫崩溃的也打算剃发当和尚，3人则拼命安慰他别想不开。结果一阵混乱之中，高夫一不小心就剃掉自己的头发。更惨的是，上前帮助他的奈提，因为旁边和尚刚好敲钟，一紧张就把高夫的头发又剃掉一大块，让高夫差点昏死过去。再来是奈提，他老妈中了乐透后，原本以为人生会大幅改变，结果老妈却说要把财产全都送给自己养的猫，还说如果奈提想要继承的话，就得生个孩子再说。这对喜欢女生的奈提来讲，实在有个痛苦。那回到现在，阿金因为奈提的泡泡事件，鼻子里的细胶整个变形掉出来，还被主管开除，让他心痛的不得了。至于葛斯玛，是在下飞机后最狼狈，身上沾有奈提泡泡的状态下，遇见了自己的前男友小帅，完了，脸都丢光了啦！更令他烦恼的是，他超级不喜欢小孩，可现任男友阿文却收留了亲戚车祸过世后留下的孩子小晴，实在让人一个头两个大。不过以上这些还不算大问题，因为几天后，他们就遇到了更悲惨的状况。这天，高夫带着失业的阿金一起去工作，帮妈的化妆时，高夫就刚好看见摄影棚里他最爱的超级大明星凯撒琳正在拍广告让他兴奋的不得了。他的梦想就是希望凯撒琳能记住他。更爽的是，凯撒琳和他的经纪人老白拍完广告后，竟然还到后台跟他们这些小员工打招呼。凯撒琳甚至夸赞高夫化妆技术很不错，害高夫爽到差点升天。没想到的是，当凯撒琳准备去换衣服时，高夫竟然把椅子坐垮了。善良的凯撒琳就立刻抓住高夫想扶他起来，可是他因为太胖，手上全都是汗，反害凯撒琳一个手滑摔倒。虽然他立刻用高超的瑜伽技巧稳住，但起身时却不巧撞到了想来扶他的阿金那又尖又挺的新鼻子，强大的冲击就让凯特琳的脑袋直接撞击地面。事后凯撒琳伤重，必须住院治疗，过几天的广告拍摄必须要延期，可厂商不同意，还跟老白说如果到时凯撒琳没出现，就会告死他们。气义的老白大骂高夫跟阿金，说到时如果真被告了，就会跟他们求偿所有费用，大概是5000万左右。之后高夫陪阿金去整形诊所修理鼻子时，就从柜台小姐口中得知，现在有个超级明星方案，能帮你整成你喜欢的明星的样子。两人就灵光一闪想到，那会不会有人整形成凯撒琳的样子嘞？爽的是，柜台小姐还说真的有，而且有3个人哦。于是两人就立刻问这些人是谁，再一个个冲去找他们帮忙。只是第一个牙齿差太多了，第二个是眉毛太粗了，好险最后一个在夜市卖咖喱的小南，除了性格有够俗气，耳朵大了点外，其他一切全都跟凯撒琳一模一样啊。所以两人立刻带小南去找老白，还说已经说服他伪装成凯撒琳了，只要让他到时去见喜欢的偶像就行，非常划算。至于耳朵和声音的部分，靠头发遮住跟不讲话就能轻松解决了。那担心被告要赔超多钱的老白就同意了他们的计划。接着主角一行人就开始想办法改造小南，像是叫他练习打招呼要优雅得体，或是叫他笑的要跟凯撒琳一样美丽。只是小南笑的实在有够烂，要么看起来很悲伤，要么看起来很诡异，要么看起来跟低能一样。幸好演技的部分，小南表现的还不错，甚至还能演出凯撒琳的绝技，单眼流泪。同时一旁的奈提看到陪演的阿金推到上衣后，就突然被他的身材吸引，突然想要得到他的精华。练得差不多后，众人就带小南去试穿拍广告时要穿的衣服，也提醒他要记得假装喉咙痛，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只是他们忘记教小南露背装怎么穿了，结果小南竟然穿错边，露出前面的2坨，差点吓死他们。而且除了这个，还忘记叫小南除毛毛，害老白直接昏了过去。很快的就到了拍广告当天，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小南改造的跟凯撒琳一模一样，还为了让他的声音别露馅，故意给他吸了一堆氦气。然后虽然拍广告的过程状况连连，像是广告厂商的老板竟然是小帅，还跑来调戏葛斯，或是导演想用电风扇吹起小南的头发，怕耳朵露馅的阿金就把手指头插进电风扇里阻止啥的。但在众人的努力下，广告终于有惊无险的顺利拍完了。之后小帅突然把葛斯找出来，还深情告白说想要跟他复合，让葛斯非常犹豫。而奈提则是偷偷跟在去蒸汽浴的阿金身后，故意给他喝下壮阳药，还找人来封住大门，对他霸王硬上弓，用尽一切手段就是想要得到他的精华。
结果奈提弄得太激烈，环境又太闷热，最终竟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得知这消息，感人的奈提老妈就告诉奈提说，希望他生孩子，只是怕他老了后孤单啦，不给他继承财产也是开玩笑的。现在看他这样心很痛，就决定让他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同一时间，康复的凯撒琳从老白口中得知一切状况，他就把高夫跟小帅都找来说，谢谢你们帮助我，但我对自己的规则是不允许欺骗粉丝，所以我希望广告能重拍哦。小帅听完后就觉得没啥问题的答应了，还人很好的决定让小南跟凯撒琳在新产品发布会上一起表演。最后，格斯决定拒绝小帅的告白，和阿文继续交往，因为虽然小帅不错，却没有家的感觉。他也下定决心要努力喜欢孩子看看的，和阿文一起领养小晴。至于其他人嘛，高夫是完成梦想，被凯撒琳记住他的事情；阿金则是因为救援在蒸汽狱昏倒的奈提被人录影上传，英勇表现就被一家航空公司看上，被对方录取为空服员。而小南则是整了个新造型，负责帮凯撒琳的片场做饭。总之，所有人全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电影就结束喽。看完后，我就在想，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自己开心最重要。也希望你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哦。